接下来是一个相当吓人的故事。在2018年夏天的华盛顿州克拉克县，聚集了一群年轻人，他们来到了当地的热门旅游景点熔岩瀑布游泳，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，今天出现了一件大事。在这个景点有一座距离水面60英尺高的大球，当地人每年夏天都会聚集在这里互相测试勇气，而方法嘛，当然就是从桥上跳下去了。其中有一位叫做乔丹的姑娘，她站在了桥边，犹豫着是否要跳下去。而正在她鼓起勇气准备跳的时候，她最好的朋友泰勒做出了一项惊人的举动，这可把周围的人给吓坏了。泰勒毫不犹豫地推了乔丹一把，这一下乔丹失去了平衡，并且他也没有做好跳跃的姿势，就这样他直挺挺地砸在了水面上。大约在15年前，我从2米高的地方跳水也是失误了，整个身体直接砸在了水面上，那是相当的疼了，更不用说60英尺了。3, No, I won't go in. 2, Well, she's saying no. No, I just... Ready? Oh, that's so... 3, No, I won't go in. 2, Well, she's saying no. No, I just... Ready? Oh, that's so... 乔丹掉进水里后，众人立刻就发现了不对劲，他们知道出事了。60英尺高的跳水位置，对于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来说都是极其危险的，更不要说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人了。这起事件导致乔丹摔断了6根肋骨，肺部多处穿孔，全身淤伤，并且他还患上了一种特殊的疾病，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。然后呢，这中间发生了很多离奇的事情。这位叫做泰勒的姑娘在事件发生以后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，她是这么说的，她说是乔丹让她推的，根本不是自己想这么做的。然后乔丹的口供是泰勒撒谎了，当然了，到底是谁在说谎咱们就搞不清楚了。然后就是乔丹把泰勒告上了法庭。在这里说一下，在乔丹住院期间，泰勒是根本没有去看望过乔丹的。当然泰勒说他去看过，不过被拒绝了，但具体是怎么回事，消息十分的复杂，咱们就不分析了。后来呢，两姐妹就对簿公堂。 Ready? Oh, that's so... Injuries I faced were 6 broken ribs. I had punctured both my lungs. I had a hematoma behind my throat. I had torn my muscles in my rotator cuff, which reflected in the dropped shoulder, and I had very bad bruising all throughout my body. I'd like to sincerely apologize to Jordan Holgerson, her family and friends for the pain and humiliation I have caused by my mindless action that occurred last summer. 经过了审讯以后，泰勒被判了2天的监禁和38天的社区服务。至于乔丹，他现在已经完全的康复了。最近在 Reddit 上出现了这样一则贴文：昨晚我和我的朋友正在阅览我的旧频道，我们看到了我的第一个视频，名字叫做第一人称在蹦床上翻转。但是越看呢，我们就看到了一些无法解释的东西。有人盘腿坐在了蹦床附近的一张桌子后面，桌子挡住了他的脸。首先我记得拍摄影片的时候，我是独自一人待在外面。当然我知道这很老套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让我无法解释的是，当我向他平移相机时，一个黑色的凸起物突然出现在了这个人的头顶，并且每当我的相机朝那个方向移动时，荧幕也会变成蓝色。幸运的是我有视频，如果你怀疑我的话，就去看看吧。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吧。 Here's called a backbone backflip. What you do for this,
You jump on your back. You jump onto your back and then do a backflip. All right, here we go. Alright, so I did that. I might not do all the tricks I know in this video, but for the last, I'll try this one and see if I can beat this one. This one's just kind of hard, alright? So here we go. Nope, I didn't do it. Alright guys, that was it for now, and I'll see you later. 这部影片的时间距离现在有些久远了，是在2013年拍摄的。正如发布视频的博主说的那样，他当时正在玩蹦床，并且在旁边真的坐着一个人。我来慢放一下，看看博主刚才说的一个黑色的凸起物突然出现在了这个人的头顶。What you do for this? You jump on your back. You jump on your back. You确实有个东西啊，但我怎么看着像是这个人在探头出来呢？那就太恐怖了，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这个人的脖子也太长了吧。但具体是怎么回事已经没法解释了，时间太久远了。一个叫做瑞恩的女士，在几年的时间里记录了很多家里发生的超自然事件。我们先来看看第一起。从女士的表现来看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触碰了女士的脖子，但我们什么也没有看到啊。再来看看2021年10月发生的事情吧。这些事件其实是一些很普通的事件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才让女士真正感到了害怕。先是左侧的灯亮了起来，然后在右侧的走廊里开始出现了莫名的脚印。然而在这之后，卧室的监控还拍到了一张照片。这是什么呢？那个脚印的主人吗？这大白天的遇见妖怪了，这个人是在散步吗？应该不是吧。在2023年的6月19日，一位叫做奥查的博主正和自己的朋友在公园里聊天，然后奥查突然发现，在不远处的墙边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家伙。我知道你可能并没有注意到他，因为他实在是太小了。一个小小的身影从墙后走了出来，只停留了片刻就消失不见了。在很多人看来，这很像是巴拉圭文化中的神话人物。在神话中，
他身材矮小，有趣的是，他会抓住忘恩负义的女孩，并强迫女孩亲吻他。但这个家伙到底是不是神话中的人物，还是有待商榷的。在2025年的1月16日晚上23点，一位女士正在家中哄着孩子睡觉，但就是这样一副温馨的场面，却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。 Así que por eso se lo estoy relatando. Vean ahí cómo se alteró mi hija y ve directamente hacia el portón. Miren, ahí está observando, ahí se asomó algo. Vean eso. Vean lo extraño que el color de piel que tiene eso. Vean. 你看那门口的位置，那是什么呢？这是某个人在探头偷看吗？如果这是眼睛，这是头部，如果是的话，这就不是人类了吧？具体是什么，没人知道。但好在目前还没有发生什么危险的状况。可就算是这样，这位女士也要小心了。外卖小哥这辈子都没想过，送外卖竟然能送出深入敌后的感觉。小哥，别说话，我家有狗，挂这里。买这个。请问旁边的小孩子穿的裤子是什么颜色？一位海军陆战队员最近在 Reddit 上分享了他的个人经历。据说这部影片是第一次被公布出来，并且是军方拍摄到 UFO 的画面。不得不承认，确实有东西出现在了画面中，但这是什么呢？这到底是什么呢？他和他的伙伴始终没有得到答案，因为是这样的，在进行高空跳伞时，附近不应该有任何飞机，而他们的飞机上也没有掉下任何东西。也没有气象气球，由于海拔较高，当然也没有鸟，所以这又是一件无法解释的事情了。两姐弟本来是在镜头前玩耍的，但是两姐弟的影片中却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。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两人一跳，他们始终没有找到声音的来源。最重要的是，在这两姐弟的频道里虽然有不少影片，但是他们并没有对这个声音做出解释，估计也是没有找到吧。好吧，恐怖的时间总是短暂的，我们的节目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。这里是飞鸿禁地，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，请点击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一起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。
黎明将至，我们午夜再见。